听四月说中文。嗨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身体感觉还 OK 吗？不晓得大家是否都有养宠物的经验，以及是否对于养宠物有兴趣呢？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养宠物的事情。首先，为什么会叫做宠物呢？因为通常你有养这些可爱动物，你都会对它们特别好嘛，什么都买给它们，就像是宠它们一样。所以台湾人都不会说养动物，而是养宠物哦。那么以我来说，其实我养过不少宠物，从小型的老鼠、小鸟和乌龟，到大型的鹦鹉、狗狗和现在的猫咪，我算是一个很喜欢养这些小动物的人。在家里和它们玩真的很有趣，也会很期待回家看到它们。不过也因此生活上多了一些金钱的花费。今天主要想和大家分享养猫养狗会有哪些花费，以及大概要花上多少钱。那在这之前，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让大家猜一猜。请问你觉得在台湾养狗的人比较多，还是养猫的人比较多呢？那我就等最后再跟大家揭晓喽。首先，我觉得不一定体型越大的动物花的钱就越多。举例来说，大家最常见的宠物应该就是狗和猫吧。也因为这两个动物很热门，所以要找到治疗它们的医院不是一件难事，因此医疗费用也会有很多可以比较。然而，如果你喜欢养一些特殊一点的动物，比如说我现在有养的灰鹦鹉好了，因为看鸟的动物医院是比较少的，所以光是要找到一间适合的动物医院，到最后的医疗花费，选择是非常有限的。曾经因为我家的灰鹦鹉有点忧郁的感觉，开始一直拔自己的毛，我和妈妈就到处找了看鹦鹉的鸟医院，然后带它去看医生。虽然医生最后也没有开药，只是诊断说是心情的问题，但是还是收了几百元的问诊费，当场也只能默默接受了。我也有养过一只宠物鼠，因为手上长了像是肿瘤的东西，就带它去开刀。虽然体积小，但也是花了4000元台币，加上带它去的路上非常遥远，无论是荷包还是心力，都有点不足的感觉。但是看到它最后好起来，还是觉得蛮值得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的，还是比较多人养的狗狗和猫咪吧。这两种动物在台湾如果要养，需要花多少钱呢？以我的经验来说，养狗的费用似乎比养猫还要便宜，因为猫不爱喝水，为了增加它们的饮水量，需要喂食它们罐头。那罐头的费用就远比单纯的饲料贵了很多。以狗来说，如果是吃饲料的话，一包1.5公斤的饲料可以从很便宜的200多元台币到很贵的1000多元都有。至于能吃多久，就和你家狗的体型有关系了。以我们家之前2只小狗来说，一包饲料1.5公斤好像可以吃到2个月。虽然我也不确定计算是否精准啊，但是以这样的花费，好像还算可以。剩下就是买一些点心，但是也是不固定的。所以养狗的每个月花费，其实我觉得不算太高。但是如果是猫啊，虽然也可以全部吃饲料，但是很多主人都会建议买罐头，让它们多喝一点水。而能当做正餐吃的罐头叫做主食罐，这一罐都是台币50元到100元以上的。所以每天一只猫有可能花到200多元的台币哦，其实算是蛮高的。毕竟台湾美食这么便宜嘛，搞不好人都吃得比猫还要便宜呢。另外，猫和狗也有不同的是，狗是只要每天带它们出去散步就会开心了，也可以消耗它们的体力。但是猫却要买很多玩具跟它们玩，才能消耗它们的精力哦，以避免它们半夜开派对又把你吵醒。所以这些玩具也有可能变成每个月开销的一部分。再来就是医疗费用了。狗和猫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太会生病，
但是因为台湾天气炎热，一定要买一些除虫的药，这些药每个月都要花上500元到1000元左右。像我们家有2只猫咪，每个月大概要花600元在这种药上面，每次买都觉得心好痛啊。但是想到生了病花费更贵，就只好买下来了。另外，猫咪我觉得也比狗容易生病，常常因为压力造成一些皮肤病，或是因为压力导致免疫力下降，所以定期的一些看病的钱也是要准备的。像是看一次医生可能就要花500元台币以上，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不是一笔很便宜的费用。即使你有买宠物保险，也不见得每一个项目都会补助，实在是很伤荷包。另外也需要面对的现实是，如果家中的狗狗和猫咪年纪都大了，一定会有老年的疾病，这时候就得定期去检查。若是需要开刀，费用可能都是要10000元台币。像我曾经养过一只小狗，最后开刀光是1天就花了15000元台币，但是为了它能好起来，还是很甘愿的付了这笔钱。或是像有些需要长期吃药的，部分药物也是蛮贵的。像是猫咪到后期可能有一些肾脏疾病啊，需要每天打针，这个药物的费用也是不便宜。所以有想养动物的人，建议原本就做好有这些花费的心理准备，才不会在发生的时候感到惊慌。所以虽然和费用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们先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请问你觉得在台湾是养狗的人比较多，还是养猫的人比较多呢？那根据台湾农委会宠物登记统计呢，2022年年底全台猫狗累计登记的总数量已经有222万只，那其中狗是140万只，猫是82万只，似乎狗大于猫。不过这也只是有去算登记的数量，实际可能还是有落差，那就给大家参考咯。最后我想说，其实无论要花多少钱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每个人的能力。就像人生重病一样，可以选择比较高级的治疗，但是当你无法负担的时候，也可以选择其他方式。所以最终我想说，如果你有想对什么动物付出爱心，在能力范围内就去努力看看。像台湾的流浪动物问题如此严重，等待家的动物实在太多了。只要能做到不要弃养和给予你的爱，我相信对任何一只没有家的动物都是足够的。希望有想付出爱心的人，不要被这些费用给吓到，在自己有限的能力和人生中给他们一个机会吧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